这块猪肉一头猪都只有1斤左右，光想想就很名贵。但是很多朋友可能看到过，却还没有吃过，更不知道它是猪身上哪一个部位的肉。它非常的好吃，有的饭店还把它当做假牛肉来卖。在我们这里，它有一个统一的名字，叫做连心肉。因为这块肉呢，它是连着猪根和猪心一起的。也不知道大家那里名字叫什么，咱们可以一起在评论区探讨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别的叫法。连心肉平时都是用来红烧的，当做假牛肉卖。但是今天的这个做法呢，可以说得上是靠谱又实用。下锅先焯水，收紧实，来点配散的姜葱，高度备酒。焯开过后，打去浮沫。再煮5分钟，把它彻底的收紧实就可以了。准备2捆八卦、大料、梳子叶叶、梳子皮皮、贝子、白蔻、草果、配散的姜葱、干辣椒、干花椒。另起锅给它来上一点鸡油，如果没有鸡油的朋友，可以用猪油或者菜籽油代替，但是鸡油的话，香味是最浓的。炒花后下准备好的香料，小火慢慢的把香味爆出来，同时来几块冰糖，冰糖主要是给它提味的，并不是上色哈。闻到香料味特浓郁的时候，放入连心肉一起炒一下，再烹入水。烧开过后，调味1勺底盐，来一点胡椒、料酒，转中小火，盖上盖子，先给它卤过40分钟。煮肉的时候来切配菜，新鲜的嫩子姜切薄片，这个片的话就稍微小一点。葱王的话也切成这样子的短杵穗儿。再来切上一点香菜节，放到一起，再来一点蒜末，小美辣2个，切成圈就可以。性感的小葱切成花，连心肉冷却之后来切一下，就这样切成片就可以了。看到没有，它切出来就和那个牛肉是一样的。哇，真的太漂亮了！这里有一点要给大家讲一下，就是在煮这个连心肉的时候，不能卤来太趴了，太趴了切出来它就不成形了，那样子比较松散。第一个不好看，第二个口感也不好。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让它冷却之后再来切，才不会烂。加入刚才切好的这些料。蒜末、小美辣、少许的糖、鸡精、毛毛醋、生抽酱油、花椒油、香油、花椒粉。最后呢是这个菜的灵魂，四川特色的香辣红油。不知道怎么做的，可以看一下我往期的视频，有详细的教程。来上个3小勺。再丢上几块油酥花生米儿，再次用筷子给它全部的搅拌均匀之后，就可以装盘了。这个看起来真的是食欲满满的，没有哪个说不好吃吧？太爽了，真的太爽了！最后再撒上一点新鲜的葱花，中间放一点香菜叶子，点缀一下，美味继承。非常美味的一道凉拌连心肉就做好了，真的做出来和凉拌猪头肉是一个味道的。无论你是下酒也好，下饭也好，都巴适的板，安逸的很，吃起来还有点像牛肉一样的板炸和口感。方法呢简单实用，10多块钱就可以做上一大盆。喜欢的朋友一定要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咱们自己做一下，绝对不会比外面买的凉菜差。当然不喜欢的也就只有免费看完。撒够，吃凉菜肯定要配点饮料哈。今天由我来分配饮料，来吧。美得很这个肉。
里面滋酱脆，并且每一块肉上面都扒满了这个香料，好吃。比红烧的好吃是不是？这是牛肉吗？对呀。你觉得比红烧的好吃吗？是心脏旁边的肉吗？这个假牛肉，假牛肉。所以这种带筋的，然后这种特好吃。猪肉当牛肉，一个凉菜一个汤，干一杯，不能一口没哈。平时我们在炒这个肉丝肉片的时候，是不是经常粘锅，并且炒出来不够滑嫩呢？今天我就来教大家怎样炒肉丝不粘锅，并且滑嫩。切肉丝可能很多朋友也切不好，所以我们先选择一块里脊肉，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冻嫩了之后就很好切了，就和咱们切萝卜一样的，真的是超级的简单。那么今天要给大家做的这一道菜也是很经典的农家菜——甜椒肉丝。很多朋友也搞不清楚这个甜椒肉丝是先炒甜椒还是先炒肉丝。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我是怎么操作的吧。切来大小均匀。现在先把它放到一边解冻。甜椒放入清水中先清洗干净，然后抓住这个把，给它揉进去，再扯出来就把籽去掉了。这个甜椒只是颜色好看，有一种清香味，它是没有辣味的哈，不要认为是红色的辣椒它就很辣。现在把它切成丝，切之前记住把中间这里抬一下，这种。再来切上一点蒜苗叶子，切成长一点的节。蒜苗叶子的话比青椒更加的香，它们都有一个作用，就是差一个颜色会更好看一点。可以放青椒，可以放蒜苗儿。姜蒜准备一点，给它配一下之后剁碎。肉解冻后码一点盐、胡椒、老抽，老抽稍微多一点，颜色上升一点。料酒，少许的水。想要炒肉丝滑嫩的话，我们码味的这一步就很重要。大家刚才看清楚我是怎么弄的没有？给它不停的码。让这个肉丝啊，把料酒啊、水全部吸收进去。抓起来很粘手的时候，来上一点淀粉，再次码匀就可以了。蒸子这个肉丝就算码好了。来一点点油，让它下锅能够快速滑散。来打一个味水，盐、糖、鸡精、生抽、毛毛醋，一点点淀粉，搅拌均匀就可以了。想要炒肉丝、炒肉片儿滑嫩并且不粘锅，制锅的这一步就非常的重要。再给大家讲一下，锅内来一点92号的菜籽油，油温烧至70%热，就是刚冒烟的时候，把锅拿起来晃动，让锅的内壁涂满热油，这样子锅就制好了，保证你是炒肉丝还是炒肉片儿都不会粘锅。现在关火，让油冷却。油温冷至40%热，下入码好的肉丝滑散。大家看一下，是不是很轻松的就能滑散，一点也没有粘锅，也没有脱浆。肉丝滑散，下入姜蒜末，川式甜面酱来一点，一定要先给它炒匀，再下入甜椒丝，大火翻炒匀净。这个火有点小。还是要农村那种柴灶大火炒来才香。30秒过后下入蒜苗叶子，继续翻炒匀净。烹入调好的位置，大火炒匀之后就可以关火出锅了。看起来是不是就满满的食欲哦？
非常好吃的甜椒肉丝就做好了。这道菜是寒暄中带着一点点酱香味，吃起来的话就是非常好吃的下饭菜。做起来呢也很简单，还有怎样炒肉丝肉片不粘锅的技巧，不晓得大家都学会没有？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试着搞一下。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杀过，一定要这个肉丝搭着甜椒吃。以后我不要你给我点赞了，大家一定要帮我把赞点好。我帮你点了呀。等一下，你说你对肉过敏的吗？还是肉？那是去年的时候了。以前你最喜欢吃的肉丝了。现在他长大了，越来越挑食了。只有我不挑食的。你不吃鱼吗？你不要吃这鱼的吗？这才好吃。而且是正宗的吃妈妈香。你们买来是买你们喜欢吃的，当然不挑食了。这句话说的太对了。那你去买菜嘛，好不好？买你自己去买你喜欢吃的，那看我们挑不挑食嘛。你要吃什么菜嘛？知道反抗嘞，说的也有道理。大人知道买自己喜欢吃的菜，肯定不挑食了，没毛病。甜椒肉丝是在四川很常见的农家菜，吃起来安逸。现在正值这个福豆还有青豆上市的季节，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时令的烩双豆。先把福豆壳给它剥了，这个福豆是买的，不是借的哈。这种带壳的也比较便宜，2块钱一斤。剥好壳的5块钱一斤。福豆和青豆剥好过后，给它分开放，不要放到一起。感觉剥这个青豆比福豆难剥啊，福豆很好剥，一灭就出来了。香料就准备一点芹菜和蒜苗就可以了，切成壳块儿。这些都是我提前清洗干净了的。再来准备上几个大蒜子，可以稍微多一点点，给它配一下，这样子配破就可以了。再切一点大葱壳块儿，锅里面烧水，下入福豆，先煮一下。煮福豆的同时加入1瓢盐。这样子才能够让它更加的入味。前2天呢，想念就遇到了骗子哈，一个什么东西披着金融、披着高科技的外衣，就要叫我做，跟我说什么躺在那里1个月月入100万，疯狂的洗脑，真的是把我当傻逼一样的。给大家提个醒，千万不要相信什么躺赚啊那些东西，没那么好的事情，真的。钱还是放在自己口袋里面，把它捂得紧实一点。他才不会跑出去，真的，我当时更是累气惨了，把我当做傻子一样的来给我洗脑。用中大火煮5分钟，把福豆全部煮趴。福豆煮好后漏出来再冲洗一次，青豆也下锅过一下水，焯1分钟过后漏出来和福豆放一起。另起锅来一点纯正的菜籽油，也就是95号的，下入葱蒜。稍有爆香后，来上1勺剁椒，没有的朋友也可以放新鲜的辣椒给它剁碎。炒香出色，下福豆、青豆，大火剥断。调味盐、糖、鸡精、生抽、毛毛醋，继续用大火翻炒匀净。大油翻炒1分钟后，下入这个芹菜、蒜苗。喜欢吃辣椒的朋友还可以放一点刀口辣椒。淋上2滴香油，和转就可以关火出锅了。这种就是非常下饭的素菜，也是这个季节不可错过的好菜。
非常好吃的福豆烩青豆就做好了。真正焯出来的福豆是软糯趴烂，青豆是脆爽鲜美，整个味型是家常又下饭。关键是做法还很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告一哈。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撒个。这福豆特别趴，青豆特别脆。有青豆吗？对，有小的也有大的吗？对，小的是青豆，大的是福豆。这个有绿色的大的呢，也是青豆吗？青豆炒福豆，好吃吧？就是不好吃哦，是不是？哎，开始了。不好吃也要吃。我觉得这么好吃，我相信大家应该看这个做法都应该知道好吃吧？不好吃只是挑食的说法。一碗饭干完了，还要干一碗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想念。红烧肉呢是一道家喻户晓的菜肴，想念今天就用这块五花肉给大家分享一下最传统的红烧肉做法。其实，在做红烧肉的时候，很多人第一步就没有搞对哈。首先把锅烧热，五花肉皮朝下，先把它的皮给它烧一下。这一步主要呢是去除残余的猪毛和这个皮腥味，这才是做红烧肉最正确的一步。五花肉刮洗干净之后，下面来改刀成大块。切好的五花肉下锅焯水，同时加入一点姜葱、料酒，准备一点做红烧肉的香料：香叶、八角、桂皮、山奈、干海椒。干发椒，加入发椒和海椒的主要作用是去腥压抑增香，并非增加麻辣味。姜片、葱节，五花肉焯开后用勺子劈去浮沫，然后再煮2分钟后捞出备用。锅内下入少许油，然后下入一点冰糖块，先炒一个糖色，这里用白糖也是可以的。冰糖炒化之后，大家不要着急，用小火继续慢慢的炒。直到冰糖开始不断的冒这种大泡呈棕红色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开始加入水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样子炒出来的糖色颜色就是非常的红亮了。下面先把这个糖色倒出来备用。另起锅下入一点点油，放一点点油的作用是防止肉下锅的时候等一下粘锅。然后下入焯好水的五花肉，先把五花肉煸炒一下，主要是把它的油脂煸炒出来，这样子吃起来才会香，并且等一下不油腻。这一步非常的重要哈，很多做红烧肉的话都不煸炒，这样子吃起来比较油腻。等一下，五花肉已经煸至金黄，并且炒出了非常多的油哈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先把这个油给它倒出来，然后下入刚刚准备的香料，闻到香料味非常浓郁的时候，加入炒好的糖色，然后兑2瓶啤酒进去，烧开后调味，1勺盐。我做红烧肉呢，一般都是喜欢先放盐，这样子这个肉才烧得进味道。盖上盖子，然后转最小火给它烧1个小时。五花肉已经烧来差不多了，接下来要把里面的这个香料给它全部挑出来不要，然后转大火收汁，把这个汤汁收来浓稠一点。红烧肉的汤汁也烧来差不多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不是非常的诱人，这个颜色也非常的漂亮。接下来直接出锅装盘就可以了，最后淋上一点烧这个肉的原汤。家常美味的一道红烧肉就已经做好了，这样做出来的红烧肉非常的软烂鲜香，一点都不油腻。大家如果喜欢，可以试着做一下。最后呢，想念来帮大家尝尝看味道怎么样哈。切大头肥肉，这个五花肉入口即化，这个瘦肉和这个皮吃起来是非常的香的一种感觉。反正我吃下去是一点都不油腻嘛，我都不知道用什么来形容了。总之来说就是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来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怎样制作这种家庭版的红烧肉，大家都学会了吗？我是想念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牛肉先把它清洗干净，然后直接把它切成块。其实这里最好是选择牛腩，因为今天早上去的时候已经没有牛腩了，所以我们就买了一块牛肩肉。
切好的牛肉冷水下锅，先焯一下水，加入一点姜葱、料酒。冰箱里面还剩一个土豆，把它一起烧了。本来是不需要土豆的，但是加点土豆也可以。接下来准备一点做牛肉的香料：山奈、八角、香叶、桂皮、草果、白蔻、小茴香，再来几颗。家里面如果没这么多香料，只需要用八角、山奈即可。干辣椒、干花椒、葱节、姜片。牛肉焯开之后脾去浮沫，再煮3分钟后捞出备用。锅内下入少许的油，其实这里最好是用菜籽油。7成油温下入焯好水的牛肉，这里一定要用高油温把牛肉爆一下，这样子吃起来才会香。然后下入提前准备好的香料，再来一勺四川豆瓣儿，加入一小块火锅底料，然后加入水。这里做牛肉臊子的水一定要多一点。调味一点酱油，再来一点胡椒粉。下面把牛肉转入高压锅中，盖上盖子，上气之后压20分钟即可。大家家里如果没有高压锅，直接用小火炖1个半小时也可以。牛肉已经烧来差不多了，把里面的香料全部夹出来不要，然后下入这几块土豆，盖上盖子，再给它焖个10来分钟就可以了。下面开始打小面的味汁：蒜末、少许的鸡精、酱油，这一碗还要放一点点醋。再来上一点川味小面必不可少的猪油、香油2滴、花椒油2滴，再来一点花椒粉，加上少许的面汤。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同学可以熬一点鸡汤或者是骨头汤。最后来上一点想念秘制的香辣红油。锅内水开，下入面条。今天我用的是挂面哈，其实做川味小面最好的还是使用新鲜的水面，煮出来口感会好一些。今天不逢长，所以没赶集嘛。面条快要煮熟的时候，下入几块菜叶子。用的是豌豆颠，大家可以选择喜欢吃的蔬菜，直接夹出装碗即可。我吃这一碗没放醋的，多一点面。接下来舀上刚刚烧好的红烧牛肉臊子，一定要多带一点这个原汤。给我老婆多整点肉，让她长胖一点。我少吃点肉，实在太胖了，要减肥了。再撒上一点性感的葱花，最后来一点吃牛肉必备的香菜。川味浓郁的红烧牛肉面就已经做好了，这是一道地道的川味小面，大家如果喜欢可以试着做一下。我去，一大碗你都吃完了，太好吃了，汤也喝光了，美味。在老四川有一道非常经典的凉菜，就是用这个兔儿肉做的。很多人都是靠它给小姨子买车又买房，很神秘的一道凉菜，可能很多川渝以外地区的朋友还没有吃过。今天我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老成都最具名气的一道兔儿肉凉菜。半只紫兔儿，宰成2节之后下锅先给它焯一下水，来上一点姜葱，高度备酒。兔儿的话一般选择半年左右的草兔儿。吃起来既有香味，又不会煮得很烂那种感觉。焯开过后，把这些浮沫全部打掉，再煮过3到5分钟，捞出来清洗干净即可。焯好水的兔儿肉下锅给它煮熟，同样来一点姜葱、干花椒、八卦大料、米酒。烧开过后咱们就用小火大约给它煮过25分钟就可以了。记得把盖子扛起来。在煮兔儿肉的时候，来一点油酥花生米儿，冷油的时候就下入这个花生米儿去酥你千万不要等到油温4、5成热下去的话，就会搞来糊掉。用最小火慢慢的给它炸。拌凉菜是一定离不开这个花生米的，大家一定要把它学会怎么酥的。酥花生米儿，当你听到噼噼噼的在锅里面爆的时候，基本上这个花生米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你取出来，它还没有酥，但是冷却过后就是又酥又香的。整个过程大约下锅3到4分钟，但是它不是绝对的时间，主要是听声音。再来准备上20克老成都的太和豆豉，用刀轻轻的炸碎。再来上一丁点红油豆瓣放到一起，一般情况下20克豆豉放10克豆瓣。另起锅来上一点油，低油温的时候下豆瓣和豆豉，小火给它们燃香。这一步呢叫做炒的豆豉油酥，全部都炒香，倒出来避孕。这边的这个兔儿肉也煮来差不多了，
这样用筷子把它捏出来，自然晾凉就可以。刚才我坐下来的时候感觉到这个板凳都已经烫屁股了。最近的这个天气真的是太热了所以说整点这样子的凉菜，等一会儿喝点饮料的话，简直就是美滋滋啊！这道就是老成都非常经典的一个花仁拌兔丁，味型的话就是红油豆豉味的。有多少人吃过这一道凉菜的呢？在外面去买，我记得很多年以前就已经是80来块钱一斤了，就是煮熟的兔儿，称80一斤。兔肉冷却过后，来给它宰一下，一定要宰成大小均匀的壳壳，尽量的话就宰来小一点。兔肉冷却之后再来宰，它宰下去不会烂。如果你是热的宰的话，很容易碎。这个兔丁宰的巴适噻，大小匀净，加入一点蒜末、性感的葱花、香菜。炒好的豆豉油酥、毛毛醋、生抽酱油，提味增鲜的就不用再放盐了。鸡精、白糖、香油、花椒油。接下来这个是四川特色的香辣红油，同样也是我们这个凉拌兔丁的灵魂。来上过3小勺，来给它拌匀的就可以上桌装盘了。酥好的花生米再放进去，花生米的话一定要最后放，如果你放早了，它就不脆了。活转装盘，绝对的爽歪歪，色香味俱全，非常美味的一道花仁拌兔丁就做好了。真子拌出来的兔肉绝对的够入味，够鲜香，够过瘾，够爽。夏季吃不下饭的时候来上一点，美滋滋，开胃爽口，下酒下饭的一道好菜。喜欢的朋友一定要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我们试着告一下，不喜欢的也就只有免费看完。撒够，实在是太热了，这个衣服又湿了，我的天哪！真，吃到这个美味，心里面感觉舒服多了。花生米儿，嘎嘣脆，我儿喝。这道菜里面不仅有怎样拌兔丁儿，还有怎样油酥花生米儿，技巧还是满满的。真正的是巴适的版，应该一直喊。我感觉这个兔肉带一丁点儿这个骨头的，它啃起来的话口感会更加的好，并且也更加的香。这么好的菜不下个饮料，说真的，实在是有点可惜了。主要是等一下吃了饭之后要去找老本水，要骑那个电瓶车，也不能喝饮料嘛。外面的话一般是38一盘，一盘只有我这个一半的量，花生米会多一点。我这一盘可以卖到个80块钱。马上就要过年了，你家的厨房里面是不是还少了一个真正的捞肉钩子？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平时用的这一款捞肉钩子，那可以说得上是一个厨房的神器。平时我们煮卤菜，过年煮鸡肉、煮猪肚、煮肉比较多的时候，用它来捞的话就很方便了，就能够体现出它的好处了哈。这个钩子它是一个加粗的不锈钢材质哈，包括这些焊点，你可以看一下它打磨得非常的光滑。手柄的话，选择这个黄泥木的，哪怕你说我头有油，它都不会滑。捞个五斤肉的话，都是轻轻松松的。过年你做扣肉、炸烧贝的时候，有了这个钩子翻面跟捞出来，这些都很方便。不然你的烧贝真的是不好炸的。像真正一个高品质的捞肉钩子哈，你屋头用过20年嘛，也没得问题嘛。但是它的价格却20块钱都不到，算下来1年1块钱不到哈，真的是实用又实惠。如果你屋头还没得这过年要煮根儿的，那么赶紧点视频下方的小黄车去购买同款钩子。建议哈选择50厘米的黄泥木家用款就可以了。去年做的这个酱猪头肉哈，早早的就吃完了，真的是太好吃了，让人久久不能忘怀。趁现在天气还不是很热，今天又买了一个猪头，咱们再来做一点酱猪头肉吃。做酱猪头肉一定要选择这种新鲜的头皮，不要用冻货，冻货做出来的口感就不好哈。看着里面这一面肉新不新鲜，就可以看得出来是冻货还是用的那种新鲜的。毛大概已经刮干净了的，现在再用喷火枪来烧一下，彻底的把它处理干净，不然以后晒干之后就不好处理了。
老板，今天我又整了猪脑壳，过段时间又有猪脑壳吃。我天天吃猪脑壳，我都快成猪脑壳了，还吃猪脑壳，我看这脑壳不像猪脑壳的嘛。还不像猪脑壳啊！不要去啊！快去帮我把那个猪脑壳洗啊！我烧都烧好啊！我要给你洗，哪个买的哪个洗。老板不洗，咱们自己洗。烧了毛之后要泡一下，才好洗。烧过的地方用刀这样子一挂，看到没有？就把这些黄色的东西挂下来了。这样子处理的猪头肉，你放心的吃，干干净净的，又没有毛，并且也没有松香粘的那个毒。香料来一点八卦、大料、梳子叶叶、梳子皮皮、干辣椒、白蔻、白芷、去籽的草果、干花椒。锅里面什么都不用放，把香料倒下去，用最小火给它煸炒一下，这样子才能更加的激发出它的香味。香料开始微微的浮，就可以关火了。倒入泡入的缸里面，再来点白糖。所有料的用量我会在视频的结尾给大家打出来，大家把视频看完就能够找到配方了。鸡精，再来加入这个零添加的酱油。我这里是5斤猪头皮，差不多1瓶倒完就可以了。这种酿造酱油哈，它泡出来的盐味刚刚好，然后香味也特别的浓郁，颜色还很漂亮。生抽，在下去泡之前，用勺子不停的烤，把下面的糖还有鸡精烤化。烤转过后，把头皮放进去。其实这个比较长，都不好泡哈。头皮有点长，我们没有切开，所以说呢，它不是很好泡哈。要有一个压的东西把它压住就好了。用一个盆接一盆水把它压上去。这样子的话，咱们的第一步腌制就算是好了。每隔24小时给它翻一下，总共腌制5天的时间。5天之后就可以拿起来晒。为什么要翻呢？因为它下面的泡得更多，上面的没有泡到那么多。猪头皮泡了5天，真的好香好香。每一次我去翻面之后哈，那个手上面都特别的香。现在就要晾晒了，用钩子直接钩在耳朵上面，也可以用塑料个套，多投几下，把扒在上面的香料投掉。今天由于下雨，就只有先挂在这里了。毕竟过了5天了嘛，肯定也要把它晾起来了，不能一直泡着。泡过肉的这个酱汁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用了，再泡的话肉会臭掉的，并且因为它香味都已经被吸收了嘛。这样挂起来过后，天气好的话，15到20天就能够封得焦干的，到时候煮一下或者蒸一下就吃，哎呀，香得不得了。因为之前做了3块，现在我想想都很馋，流口水了。多的咱们就不说了哈，反正这个方法又简单，大家自己去做的话又靠谱又实用，并且又美味的。